大家好，我是戴着镜子的话筒的来猜偏偏，又到了每周的偏偏悬疑事儿时间。到年底了，作为一个专注于为大家解读悬疑电影的 UP 主，是时候为今年年度的悬疑片做一个全面回顾了。在这一年里，有哪些悬疑片给你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？又是哪些悬疑片对你造成了半永久性的生理影响？咱们就先来颁5个重量级大奖。2019 M Night Asian。首先要颁发的是2019年原著党看了最想打人悬疑片，获奖作品《大侦探霍桑》。电影的剧情简介上是这么写的：在中俄边境有一个富裕而神秘的城市黄金城，这里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谋杀案，最大的嫌疑犯是一名叫江南叶的怪盗。大侦探霍桑临危受命追查此案，剧情简介写的煞有其事，但看完开场你会把它抛诸脑后，因为剧情什么的都不重要。电影的重点在于每一场戏时主演韩庚的不停变装。大侦探霍桑的原著其实非常有来头，它根据始于1914年的小说《霍桑探案集》改编，堪称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。但到了电影里，除了主要角色的名字之外，看不出原著半点影子。要是逻辑能自洽，原著党也未必不能接受。然而大侦探霍桑另辟蹊径，不仅剧情部分做了很多娱乐化处理，连人设也全面魔改。比如片中尹正饰演的包郎，本应是一个华生式的人物，勇敢坚毅，用独特的思维方式辅助霍桑破案。但片中的包郎就像个舔狗，没事就讲个冷笑话刷一下脸，然后就像这部电影的所有配角一样，用自己低于水平线的智商衬托韩庚的天才。至于饰演男主角霍桑的韩庚，破案全靠编剧作弊，他发现的线索都是突然出现，开片时你根本体验不到烧脑的快感，只需要把自己的智商也下压，当自己是个傻子，看着韩庚一个人进行表演就可以了。而且韩庚举手投足间还有量98%，油田四子没有他的名字，简直就是我国石油工业的一大损失。侦探悬疑复古的风格很大，再加上原著的底子，好好的一副王炸，整成了打着悬疑噱头的老鲜肉自恋题材。豆瓣3.4分，票房止步于700多万，是观众对这部电影最好的反馈。第二个要颁发的年度奖项，2019年最毁三观悬疑片，获奖作品《双生》。这部电影我在公众号里吐槽过，剧情乍一看很悬疑，说艺校学生李品通过网友微微获得一份兼职工作，工作内容是为独居女孩涛画一幅悄悄画。为此他来到了一处偏僻的豪宅，却发现眼前这个坐着轮椅的女孩不一般，家里连续出现灵异现象，背后难道另有阴谋？看过原片的我告诉你，背后没有啥阴谋，背后是他姐姐，他姐姐就是微微，涛和他姐姐是背靠背的连体婴，共用一个心脏，微微一直藏在轮椅的暗格里。按说这样的设定也算猎奇，但电影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悬疑做戏，更多的篇幅用在了描绘3位主角的混乱关系上。编剧安排李品一边和姐姐网络一线牵，真心热恋缘，一边用各种手段勾搭妹妹，让男主角周旋在2个女孩之间。当他得知姐姐就藏在轮椅后面的暗格里时，被围在姐妹之间2选1的李品直接抛弃了网友，选择了现充。他选择的理由是，他没你坚强，所以我想留在他身边保护他。这真是渣男渣出了风格，渣碎了我的三观。既然你选择了需要呵护的那一个，那你当初为什么还要撩人家貌似坚强的姑娘呢？接下来要颁发本年度的第3个奖项，2019年最晚节不保悬疑片，获奖作品《贞子》。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会说了，贞子是恐怖片，不是悬疑片。上豆瓣词条大家看看，第一个标签是不是悬疑？当然，贞子作为经典恐怖片 IP， 也算是咱们的老伙计了。他爬了30年，用菠萝盖和胳膊肘丈量了整个日本。录影带里收藏着他的书信，电话铃声里传达着他的心愿。Hello 啊，饭已 OK 了，下来眯一吧。他被困庭院枯井，绝招是让你心脏麻痹。他就是日本最恐怖的鬼怪之王。贞子最早出场是在铃木光司创作的系列科幻小说里，导演中田秀夫根据这个系列，在恐怖片《午夜凶铃》中塑造了贞子的荧幕形象。她的倒翻死鱼眼、白色病号服、水灵灵的长发，都成为了日本恐怖片崛起的经典标志。在这之后，贞子的故事拍了一堆，连美国版都拍了至少3部。3年后的现在，贞子之父中田秀夫不忘初心，又拍摄了一部贞子的起源电影，而且偏偏就直接用了贞子这2个大字，一部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反弃婴宣传教育片就这样诞生了。这次贞子转世投胎，成了一个具有超能力的小姑娘。主角也不再甘于被贞子追杀，这次他要当贞子的妈。在这部电影里，你将看到贞子的转世被鬼吓，贞子的转世被自己吓，恐怖感全靠 jump scare， 连带着贞子本人都一起吓。号称《午夜凶铃》的起源故事，但一点起源都没讲，更像是《爱德战警黑凤凰》的姐妹篇，讲述一名有超能力的变种人如何在家庭暴力、校园暴力和社会暴力的压迫下，怎样一步步的变成植物人的。最后希望贞子老师能将重心放在生活上啊，多旅游少拍片，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。今天要公布的第4个奖，2019年最逻辑混乱悬疑片。一部电影逻辑混乱，你要想讲明白它的故事就特别难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不按常理出牌，而是大家斗地主的时候他掏出了麻将。这个奖我就能颁给曾解说过的《欲点游戏》。《欲点游戏》的时间背景是2020年，也就是几天后，郭涛饰演了一位智能科技界的风云人物。一次阴差阳错的意外，让郭涛被陷害为杀人犯。为证清白，郭涛与自己的徒弟富二代江潮以及机械发烧友张子枫联手诛杀真凶。这个全片最大的悬念，最后其实套着好几层翻转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还蛮期待后续剧情的？可惜的是，这些翻转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惊天大逆转，而都是国产可2片的套路，不是给你催眠治病，就都是男主角脑中的幻想。逻辑清奇的是，给郭涛催眠治病是老婆的计划，他就在其中安排了一个姑娘勾引自己的丈夫，而且他还和郭涛的老朋友范伟演戏绿了郭涛。到底是治的啥病啊？肾透支吗？作为《欲点游戏》的导演，郭涛在这部所谓的悬疑科幻片里安排了很多这样逻辑混乱的片段。
除了给自己加了一堆惊喜之外，他还让老中青3个女人围着自己团团转。这些恶趣味满足了导演自己，却让整部电影的故事线七零八落。而影片中对于未来科技的想象也乏善可陈，止步于 AI 语音助手、悬浮的球形机器人以及裸眼 VR 和触摸键盘。电影里的服化道倒是别有想象力，巴啦啦小魔仙风格混搭中国有嘻哈，你还会看到浑身是灯泡的别致造型，以及2020年的杀马特。一年游戏的豆瓣评分创下了今年的烂片纪录，只有2.9分，险些可以和《富春山居图》媲美。郭涛老师奥利给！接下来要颁发第5个奖，2019年最虎头蛇尾悬疑片。这个奖要是颁给悬疑剧，那肯定是轮到你了，没跑了。但如果从电影里挑，经过谨慎思考，我就能颁给周迅主演的《保持沉默》。这部电影的导演很有来头，是一位曾经拿过普利策戏剧奖的大拿，电影的阵容也特别强悍，金马、金鸡、金像影后周迅、老戏骨吴镇宇加祖峰，这个天团组合拍一部悬疑电影，怎么着也得7分吧。电影的开头就特别的勾人，因为当红歌星遭人刺杀，犯罪嫌疑人找到的律师是周迅，他竟然和死去的歌星长得一毛一样，而这位嫌疑人竟然是死去歌星的儿子。负责这起案子的检察官是吴镇宇，他和周迅还曾经是恋人。电影的前半段就在周迅和吴镇宇的双线叙事中展开，这部分的电影剧情可谓跌宕起伏，层层铺垫。可铺垫完了，剧情部分突然双线并单线，以回忆为主要方式开始揭秘。说是揭秘，其实最后的凶手还是最初的那个嫌疑人。他一通回忆后，莫名其妙就被神经病了，疑点还没解答完，他一个情绪激动居然自杀了。而随着嫌疑人的自杀，电影自动开始收尾，根本不管还留了一大堆坑没有填。我学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律师和歌星长得一模一样？等走完工作人员名单也没有任何彩蛋解释，这是要给续集一个机会，还是想让大家就像电影名字一样闭嘴自己琢磨去呢？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。好了，到此为止，2019年悬疑片吐槽大会就到此结束了。接下来的时间要留给2019年真正值得一看的悬疑佳作。烂片咱们说了5部，悬疑佳作我就给大家推荐3部电影、3部剧集，让佳作永远比烂片多一部。首先要给大家力推的是我今天在院线里看过的最优秀的悬疑片《利刃出鞘》。这部电影已经预定悬疑社，也曾给大家安利过。看这部电影的感觉，就像是在玩一场大型烧脑狼人杀。电影里角色众多，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视角。即使最后看到解释答案的一刻，你也会发现自己忽略了很多细节。第2部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一部国产悬疑片《平原上的夏洛克》，曾在打造了无数黑马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斩获了最佳剧本奖，堪称中国乡土版的福尔摩斯与华生。一场车祸带出了一幕幕当今中国农村的浮世绘，土味幽默和荒诞现实相互交合，非常值得一看。第3部给大家推荐的还是一部国产电影，它就是刚刚在院线上映，收获了1众好评的《误杀》。这部改编自《误杀瞒天记》的翻拍之作，打破了翻拍片必覆盖的魔咒，电影票房截稿前已经突破了5亿，可谓是2019年给悬疑片影迷们最后的惊喜。说完了3部悬疑电影佳作，我再推荐3部悬疑剧集。一个是我曾做过专栏的9分英剧《真相捕捉》，一共只有6集，强烈大家看到原剧，看完它你会对路边的摄像头产生无尽的恐惧。还有就是比《真相捕捉》还要高出0.3分的《暗黑》第2季。暗黑系列就是个你虽然看不懂，但依然觉得非常牛批的神剧。虽然2季暗黑挖了很多坑，但我相信以德国人的严谨，它不会变成第2部轮到你了。说完英剧和德剧，再为大家推荐我正在连载解说的韩剧《精神病态日记》。这部剧非常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设定，一个怂包突然失忆，以为自己是个变态杀人狂。相比其他悬疑剧的压抑，这部剧在紧张之余也穿插了很多笑点，观剧氛围非常轻松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密切关注我的相关更新。片尾悬疑社这个栏目从今年4月份起至今已经更新了25期，感谢大家在这25期里陪伴我重温了一部又一部经典悬疑片。2020年即将到来，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优秀的悬疑片解读。感谢观众老爷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厚爱，我们下期片尾悬疑社不见不散吧，拜了个拜。